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 A 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英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3Q 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今天所有人瞩目的焦点，当然你会看到，包括在立法院这2天，包括像总预算的复议到底要怎么样，包括大家看到像财划法这些，那这甚或攸关到未来，连行政院长、准院长会不会带着相关的一些部会首长下乡去告诉大家为什么预算会变成这样？那蓝营的解读就是摆明了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来吹所谓的大罢免的票吗？可是大罢免到目前为止，如果从大盘来看的话，整个大局目前34-0 ，OK。那但是整体的第一阶段最后是要到大概明天或甚或后天左右，在这个礼拜可以确定第一阶段到底会是怎么样。不过对蓝营来讲的话，那蓝营的战斗蓝，大家知道战斗蓝赵少康先生呢，他就直接已经讲，他预估大罢免大概第一阶段会35-5，他觉得绿营也不可能一个。那第一阶段，如果绿营真的第一阶段一个都没过，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蓝营里面会发生什么地动山摇的状况。那接下来，那你看到这一阵子不断的吹票，最起码他说在第一阶段大概35-5，可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到第二阶段到第一阶段的10倍，那他觉得绿营能够把绿营过到第二阶段的，大概不太乐观。但对蓝营来讲的话，大概有20到30席会过第二阶段。那你可以想象，在未来大罢免如果要进入到第3阶段的话，那等于蓝营全部是守势的作战打法。这个打法对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某种程度会冒出要不要倒阁啦，要不要这些，也在蓝营里面确实有人在讨论这些。如果真的讲，一闪是，如果照这个数字来看，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是蓝营主帅，不管是朱立伦好了，赵少康，所有这些，你等于前线不断的传相关的讯息回来，后面蓝营挂蛋罢免黄捷、许志杰、王美惠、吴其明4个又没有达门槛，前线不断的传回来，这个阵地挂了，那个阵地挂了，这几个阵地还需要补，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对，公民团体大罢免叫会成功会成功。那个国民党现在大补建叫普龙宫普龙宫因为不断的有所谓的死人联署也好啊，或者是抄写的东西的消息出来也好嘛，现在还在补建。那未来即使第一阶段，说真的，我也认为第一阶段啊，他们良率大概60%嘛，送2次大概也会过关。但是过关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对于国民党的气势有所影响嘛。那气势有所影响的话，到底还要不要以罢止罢？当初提出所谓的罢免，是因为要罢免绿委，是因为要止住罢免蓝委这件事嘛。但是已经35个选区全部都过关，你根本止不住的情况下，而且2阶段公民团体很有信心，2阶段几乎就有20个区域会去2阶段去进到3阶段的投票嘛。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底2阶段国民党签得出来，签不出来，变成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赵少康才急了嘛，提出所谓的倒阁案。其实所谓的急了，之前就有人提出说公投绑所谓的罢免案但是公投的这个时间点，它不是你国民党可以决定嘛，因为公投的时间点今年已经固定的，但是现在的所有的公民团体提出2阶段的罢免案，它审议的时间有可能8月初就可以投票了，跟公投的这个时间到底会绑得起来绑不起来，变成是一个大问题，你控制不在自己的手上里面嘛，所以变成是说，那我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叫倒阁，解散国会，全部改选。问题来了，如果要解散国会，第一个不认同的是谁？黄国昌啊！我现在8席又不用被罢免，我接下来如果以现在民众党的民调，如果只有10%的话，他可能剩下4、5席哦。那剩下4、5席的情况下，我少了3席的立委，我黄国昌要不要负责？当然要负责。他要不要辞掉当主席？当然可能也要被逼辞掉当主席嘛。所以他才不会配合国民党去提出这个倒阁案。所以这个倒阁案可不可以成案？不可能，因为在宪法的规定，倒阁是要过半的，半数的立委要同意的。那民进党更不会配合你嘛。如果他们有智慧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把傅昆萁换下来，因为整个地震的震央啊，这次大罢免的震央就是花莲的傅昆萁，就是这个总召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傅昆萁在总咨询的时候，他也领军啊，说他代表这个中央机构啊，其实你就代表国民党的党团就好了，你干嘛讲那么多？中央机构是什么？就叫中央机构。立法院当然也是中央机构，但是你也不能代表立法院啊。
立法院的代表是谁？韩国瑜还坐在上面啊，所以你不能代表立法院，你就是代表国民党的党团嘛。所以那个卓荣泰为什么说你不能代表中央政府？而且他提出了这些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卓荣泰特别问说啊，你代表中央政府吗？就是讽刺他到香港说他代表中央政府这件事情嘛。那为什么要讽刺他到香港去讲他是中央政府？因为他现在质询台积电的所有的说法，不管叫做美积电，不管叫做以美论，都是配合中共的认知作战嘛。那配合中共的认知作战的这个说法，你到底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嘛？所以为什么卓荣泰今天就反指你说你代表中央政府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台积电到所谓美国的投资叫做扩大生产布局全球嘛。台湾的11座的这个设厂有没有停止？没有停止啊。那美国设了5座，虽然会降低在台湾的生产比例，也会降低所谓的毛利率，但是如果你配合的，如果你不去盖，川普课你关税或者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它可能在于台积电的整体考虑里面，它会影响更大嘛，所以台积电才去美国设厂。回过头来讲，那傅昆萁为什么要质询这件事情？因为他怕了，为什么怕了？花莲啊，就不要讲它有扩散效应。光是花莲，我礼拜天才去花莲。你现在是花莲人？哎，我新住民。对，我现在去花莲都讲说，你们要让我有投票权啊，因为我现在只有2个月啊，4个月有投票的机会来投罢免傅昆萁这一张选票嘛，同意不同意啊？我秘密投票不告诉大家，但是呢，现在公民团体努力在联署哦，3天他们联署了2000多份，在玉里哦，玉里是花莲的最南端，现场几乎那一天就是500份的联署就拿出来了。重点来了，不是让大家看我啊，是重点看这个背后的看板。背后就有2块的看板啦，一个是花莲县的花莲市选出来的县议员，叫做魏家贤。后面另外一块叫做游淑珍，游淑珍是吉安乡的乡长。花莲市的县议员跟吉安乡的乡长为了跑到玉里镇去设看板，这2个要选县长，这2个要选县长就会震动到花莲原本的基本盘了。所以啊，傅昆萁担不担心花莲变盘？当然担心花莲变盘，尤其是反傅联盟的集结，都会让傅昆萁非常的担心嘛。而担心的不只是傅昆萁，今天啊，傅昆萁质询的时候，他旁边站翁小玲跟李倩琪。为什么别人说啊，你站2个女的，好像那个变成是那个红花配绿叶，就把女性当成花瓶一样？其实不是，因为没有区域的立委敢站在傅昆萁旁边，因为怕傅昆萁这个效应扩散出去嘛。徐小新说傅昆萁是病毒嘛，病毒最怕传染到其他选区，会不会传染到其他选区？看这张就好了。这个是公民团体啊，现在在全台各地都有这个 LED 的灯啊 ，LED 的这个车灯啊，这个到处去宣传，口号就是罢免谁谁谁，就是罢免傅昆萁，罢免叶元之，就是罢免傅昆萁，全部都是用这个口号，表示傅昆萁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非常的强。为什么？夜霸就是一个标准嘛，我都说国民党有4种蓝，第一个叫做反共蓝，就是一些老兵这些反共。为什么这次公民团体主打反共？第一个就要挖这个反共蓝，第2种蓝叫做知识蓝。夜霸老师完全影响到知识蓝的动态，他们即使不可能支持所谓的统一罢免，他们也会有耻感、羞辱感，觉得为什么傅昆萁你来代表我国民党？这些人只要不投票，就会影响到反罢免的选票嘛。所以你傅昆萁可以影响的，各地可以影响的，就只剩下地方派系的经济蓝跟本土蓝嘛。所以4种蓝，如果有2种蓝不支持你国民党，反对你傅昆萁代表的国民党，那这些国民党被罢免的机会就非常的高。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个从大罢免风潮，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不管蓝绿阵营最后数字多少，包括各个选区是不是也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些的影响？不过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因为包括卓荣泰院长跟傅昆萁总召今天在立法院相关的一些的质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真的可以凸显出某种程度这个罢免的氛围吗？让你先看一下，来。所以院长，不是。委员的意思是不能出去，当然不可以出去啊！这是代表中国人同意没有？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这是护国神山呢！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你代表国？我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国会中央机构，本期正式的告诉你。那我代表中央政府，我们欢迎。本期是中央机构，
我代表中央政府，在台面上指着台湾民众党，指着我黄国昌的名字，骂我是中共同路人，私底下找人来传话，说希望跟我私下会面谈，要谈可以啊，看你要谈什么，就公开谈。我可以被你们骗1次啊，但我不会被你骗第2次。跟着，2个。第一个，某种程度来看的话，那副总召跟卓院长之间，像这样的一些的答询，他可以看得出来，副总召在某种程度，这整个罢免的氛围也影响到包括他自己的情绪或各方面，也就是说，他也觉得花莲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开始出现危险一些的状态？另外，刚才你看到黄国昌总召讲的。你们不是不知道黄国昌总召的个性，他就喜欢公开谈啊，所以你们是真的有请人去传话说要跟他私下谈吗？我先讲今天的早上算是这个总预算的复议案，然后总预算复议案就是说每个委员有15分钟，不是每个委员啦哈，因为我们才14个，我们本来讲说要谈2天，然后2天再投票，结果呢国民党就压成1天，然后那明天就要投票，明天投票，所以今天是总预算的这复议案。结果呢，国民党就压成1天，然后那明天就要投票，明天投票，所以今天是总预算的这复议案。然后呢，这个每个委员15分钟，傅昆萁就带了这个欧小恩跟林倩姐上去。那我想说，那3个上去嘛，45分钟嘛，联合质询嘛。结果没想到呢，傅昆萁就用了44分，大概50秒左右。剩下最后的10秒钟就给旁边2位，所以他会觉得说奇怪了。那如果说你自己要讲那么久的话，你自己就一个人15分钟嘛，为什么把其他2个委员的时间就用完了？那可见呢，他真的是很紧张，所以他今天其实花很少的时间在讲总预算，他讲很大部分在讲花东在讲花东的交通建设，讲花东关哪时候开始要盖啊什么，所以他现在开始转向说哎呀要来支持这个花东的开始建设了嘛，所以他就急了嘛，所以他讲很多这个花东的建设，那当然中央政府会来支持花莲的建设啊，但是呢，我们就说要好好去审议嘛，毕竟花东块涉及到很多的这个环保的这些审议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讲到黄国昌，我觉得黄国昌他就我相信啊，卓院长不会私下派人去跟他谈说我们私下见面好吗？他说了。好，那就请黄国昌讲说是哪一位政委然后私底下去跟他谈，说呢卓院长要私底下跟他碰面民进党也学乖了民进党也不会是私底下去跟黄国昌谈，因为私底下去跟黄国昌谈一定会有问题的嘛。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嘛，就是说。现在总预算案，或是说财划法，如果在野党2个党有问题，那我相信卓院长都很乐意去跟这个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去做面对面的、直接的、开放的沟通，绝对不会私底下去跟这个黄国昌讲，就是说，哎呀，私底下去沟通怎么样？我觉得卓院长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而且，我印象中也没有卓院长有公开指着。在黄国昌说他是什么中共的同路人，也没有这件事情啊。那所以说，今天黄国昌如果真的你有收到这个讯息，说这个有什么某一个政委来跟你私底下沟通，那没有关系啊，你就把这个讯息公开出来。那我认为卓院长在这个时候，不论是这个复议案，或是说接下来要去下乡去讨论。就是 open 嘛，而对大家来讲，绝对不会私下，因为你现在私下去找民众党，我觉得没有用啊，没有用嘛，那所以说不要用这个东西来讲说，哎，好像民进党私底下要去做什么事情要跟这个民众党来谈什么没有，现在就是好好的，明天有可能就是复议案2岸要投票，接下来如果复议案不过的话，那这个行政团队就只好下乡去跟所有的我们的民众讲，总预算被删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所以第一个，当赵少康这一篇。他在他的节目里面讲到这一段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看他的用字遣词反正他认为部分绿委虽然可能一阶会过，而且过是35-58，但是恐怕没几个能通过2阶，意思就是1阶过是硬个毛，就是总不好意思35-0去打第2阶。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认真在面对到这件事？到目前34-0，我还是一直要强调，因为还没有到第1阶最后的时间，要等到这个礼拜。这样讲其实是客气给面子的。对，你不觉得这个打起来这个数字，让大家觉得就算1阶过1%都打成这个样，第2阶是10%，
那18%，你这整个打完到最后，如果就算2阶过了，好5个吧，35-5，可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整个几乎都是守势作战，所以赵少康会说，那不如大家倒戈打一场大战，这是其中一个选项。国民党内部有没有很认真在看待这整件事情？我认为啊，我自己感觉啊，国民党确实是轻忽了这整个大罢免这个不管是民进党说的，这是公民团体的运作，或是民进党的这个准备事实上，我们知道柯建铭从去年就开始铁了心要做这件事情嘛。但是国民党虽然说有去修这个选罢法，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傅崐萁他们的策略错误晚送了这个选罢让它生效，又或者是真的是太扣谁了，觉得过年期间不会有人去这么热情的去参与联署，我不知道这整个策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想的但是我自己是有感觉到有人轻忽了这件事我今天还找出了过年前1月的时候，我发给党中央的这个高层的这个讯息因为过年前我们都要到处去拜年去发春联什么的。然后我真的从台北到新北，因为我妈妈家住新北嘛，所以我也要回家。我到处看到路边很多人潮，一开始我以为是过年在拜年或哪里在买那个刮刮乐的彩券，然后都。大街小巷很多地方就大排长龙那每次你知道人总是说哪里有卖好的东西，我就要过去看一下。就是常常过去一看，赶快跑走，就是这个罢免联署。对，连我回到新北我妈妈住在那个叶元之的选区然后是住在你们家对，可是我们家是住在那个板桥靠近树林，所以已经是很偏僻的地方了。然后而且是在骑楼一个小巷子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在骑楼小巷子也看到一个大排长龙，我也在卖那个刮刮乐，然后我也要过去凑热闹，结果又是罢免联署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已经小年夜了道理说大家应该去备年货或者说去做一些过年喜庆的事情然后我就写了东西，然后我也跟自己一些区域立委讨论这件事。然后他们都非常轻忽的跟我讲说这是正常的因为过年大家放假了没事做去联署。可是我觉得不对，放假没事做应该去备年货为什么要去联署呢那我就跟党部说，就是我们要有准备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联署是非常积极的在做，而且是有行动力的第二个是那就是我们就是有没有罢免反制的一些动作那当时给我的一个回应是就是国民党的一些回应就是那个过年期间只会是短暂性的就是刚放假嘛，大家没事做这一段时间热情过了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个回应然后第二个是放心我们把那个双无的联署门槛已经过了这样子然后要么就是下面的回报是错误的然后要么就是我觉得太乐观了。不管怎么样，我自己心里总觉得不对劲但是因为我是议员嘛但真的，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也真的没关系也真的没关系所以我已经尽力，你已经尽到你的所有的责任。对，我跟我们台北市很多立委都回报过我的担忧了那我也跟党部也回报过我的担忧了那我只是不好意思跟元之讲，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大排长龙我怕让他年不好过所以我没有跟他讲，我没有把那个照相给他看我觉得不要让人家年不好过但是其实我心里是觉得不是这么的乐观所以这是我对于整个这个罢免的这个浪潮我觉得确实国民党有一点点轻忽不管是下面的舆情没有往上确实的去报，或者是我们的区域立委没有太去认真去对待这个事情直到整个火烧起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其实从去年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冲突不断，或者是执政党跟在野党的冲突不断，从国会改革法案开始，一路到这一次的总预算案整个烧起来坦白说，总预算案我觉得行政院是太过没有道理了。为什么？因为今年的总预算还是破新高，你不能2月就说你没钱花你都还没开始花你就说没钱花。而且民主国家本来行政院有权编预算，立法院本来就有权删预算。过去民进党是在野党的时候也是不手软嘛，要不然谁帮人民把关
政府的钱呢？行政院难道要编3兆就3兆，要编4兆就4兆，不是这么回事嘛？哈，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要尊重立法院的把关。但是我在这个节目也说过，去年一开始，好。就马上提出政治性的这个法案，我是不赞成的。国民党才刚选多数而已，而且才多1席而已，在民意上，国民党并没有在社会上马上就大比例的多数。这时候应该多推一些民生改革的法案，先获得民意对国民党的信任，好跟支持，才能够逐步去推一些比较政治性的法案，而不应该一开始就不断的冲突，然后不断的在逼民众马上去选择你要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可是这些都太晚了。对，所以我其实去年不断的就有跟台北市的立委我比较熟，甚至跟韩院长都有提说，我觉得很忧虑马上要去让人民去做选择，尤其是过去8年其实民众还没有习惯。国民党是多数，你马上要民众就是爸爸妈妈，你要选择谁？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任感还没有建立那这当然是国民党第一步，我认为没有踩稳，还没有走好就要马上跑那这个是不是副总召一个人的决策独断独行，还是说？其实他也有获得整个立院的支持，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副总召身上，我也不敢这么说，因为毕竟立法院每一个立委他都有足够的声量你说台北市的立委每一个都是悍将是不是在立法院就完全就是进入立院以后每个人都乖乖的听副总召？我觉得也不能说副总召在就像吴思瑶说的他就是皇帝，每一个立委都乖乖听他话。我不觉得立法委员这么乖。可是现在罢团行作出来的副总召在立法院从去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感觉上行作出来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形象就是比较好塑造，仇恨值高嘛。所以罢团打1个人总比打50个人好嘛。而且这1个人的效应，你有没有发现？像台东那位修士欧司定，你不觉得他的效应就是大家长期在讨论过的？欧修士跟叶老师的效应很高。那我觉得国民党也要开始小心一点，我们不要把每一个主张罢免人都打成绿营的侧翼，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像欧修士，我过去常常去台东欧修士其实在台东的历任县长，不管是黄县长也好，或是饶县长也好，都非常的尊重这个欧司定修士他是在台东贡献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修士所以你如果今天还有叶老师在花莲也是你今天如果因为他参与罢免你要去攻击他的话，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来说后坐力会非常的强你今天如果因为他参与罢免你要去攻击他的话，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来说后坐力会非常的强所以如果开始有一些像这些社会的德高望重的人士来参与的话，国民党要非常小心去面对这个后坐力对 ，OK， 其实有很多天主教的一些修士或修女，大家都知道，长期每个宗教对台湾，我相信都有非常多的一些的贡献。那天主教有很多的修士修女是从国外来了以后。他就是台湾人了，他就是中华民国人，他一辈子就在这，所以不管他规划与否，那欧司定欧修士好像还有规划中华民国籍。2017年的时候，对，那你不管他规划与否，其实他就是长在台湾。好，再讲一点，他的命都给我们，他未来对就是会葬在台湾，就是这个样，很多这一类。所以刚刚苏会长很多，如果这样的一些人出来，是要一股脑的都把他打到那边去。还是你要不要顾虑一下整个包括在地的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些敬重的想法？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国民党包括每个地方的委员，如果在面对罢免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这些？如果讲到每一个面对罢免的人，只有他有经验。来 ，Thank you。嗨，你那时候是1个人打吗？你刚那段介绍词其实可以剪下来每个礼拜都用得到。对，只是我要换衣服。不是，我刚刚还没有介绍。对，Thank you， 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 Thank you，Thank you， 对 ，Thank you。你那个时候是1个人面对所有的攻击嘛，对不对？但现在这一次看起来，你先不讲绿营到底最后第一阶段会不会过几个什么5个或几个，我觉得那感觉上就只是为了应付场面，一定要拉几个绿营的进来陪。可是蓝营现在等于是面临到全线作战，所有的人都要这样，那更不要讲，有几个指标性的人物，那被大家行作打得最近，除了副总召袁之啦。
甚或好像罗廷伟那些出现的一些事，但是你会知道，他每个都跟你喊冤，岳志也跟你喊冤，罗廷伟跟你喊冤，但是这所有形塑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再怎么喊，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啊。好，原则上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简单讲一下我的经验啊。当年国民党虽然看起来是全党打我一个，但是多数人都是出一张嘴啦，好，不然就是少一次接应付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江启臣转朱立伦的时候，我会被罢免的最主要原因就只有一个字，就只有一个人，3个字叫严宽恒。严宽恒，然后输不起，就这样子而已。那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朱立伦在台中海线有多少影响力，不要骗我！不要跟我讲徐小新去那边扫街可以多拿5票10票，不要骗我！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新闻大抓也没办法，那个时候疫情刚复苏，也不知道要干嘛，无聊闲没事罢免陈柏惟，大概就是一个社会的风潮。那反正我们也尽力了，我们也打我自己我认为能做的都做的，小党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说哭天喊地啊，然后拜托大家怎么样，全国资源来灌入，打了就打了，没了就没了。好，因为当时的情况，其实你们要注意一个背景哦。我当时的罢免跟国会里面的表现是零关系，就是你把我拉下来，民进党还是实质过半；你把我拉下来，他们要过的东西还是会过。你当初因为我过了哪些案子而罢免我的理由，至死不存在。而且当时罢免我的2个主要理由，一个是我不买疫苗，一个是我进口来猪。结果在过没2个月的4大公投里面，本区是同意来猪的哦，本区是同意来猪进口的哦。那表示什么？那个根本都不是，那个都瞎掰的理由。罢免领先人直接人间消失，现在在干嘛？我也不知道。好。那换这一次的大罢免，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解析过，这个叫自动解散国会失灵嘛。行政院要复议立法院，两边意见高度冲突，那就是解散内阁重选。那民众这个时候再重新投，国民党支持率高达95%哦，全台湾选区都国民党的，你觉得行政院不能吞吗？一定吞吧！你们要删什么都给你删吧。你们要我穿内裤上班，我也只能穿内裤了。要关电灯、关冷气、关水电，我都随便关了啊。但问题是，这个倒阁不敢。罢免没胆，就变成现在的34-0嘛。你应该要倒阁的东西不敢倒阁。至此啊，从去年国会扩权青鸟行动，烧了1年之后，现在的大罢免团遍地开花。你现在喊倒阁已经没有用了。你现在倒阁就是，那你为什么去年不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他的国民党就很难去解释，所以只能一直讲说啊，你们都是绿营发动，绿营发动。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都拖太晚了啦。你有真正有争点爆发争点的时候是5月份，大家对国会第一次觉得说，怎么可以衰人？怎么可以反质询？然后一直到宪法，然后到修2-3法，到总预算乱搞，然后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傅崐萁没料。傅崐萁没料还带领国民党火车头，这件事情引发众怒嘛。傅崐萁是谁？傅崐萁然后我们以前讲说台湾有东西2大门神，东边叫傅崐萁，西边叫严清标，这2个都是被人家说是没有办法打败的嘛。可是你看打败一次之后，好像打败得了哦。现在傅崐萁换他面临挑战呢，全国来打你一个，看你打不打得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啊，什么夜霸啦，什么普大中记者啦，一些就过去可能比较偏蓝的这些跳出来讲说，阿爸嘛一死啊，都好，免得阿爸一世人呢，对不对？跳出来，所以啊，从现在最近发生的事情呢，观察到一个重点，原来朱立伦口中的亲美、和中、爱台这6个字是分开的。亲美的人会在美国买房地产，和中的人会在立法院一天到晚讲中国多棒棒。爱台的人其实爱的是新台币，所以亲美、和中、爱台这3组人呐，他们现在的步调有点不一样。看谁最明显？看叶元之跟罗廷伟。叶元之、罗廷伟还有王宏威，你观察到有什么差别？这3个人呐，可以说是台北、新北跟台中的领衔人，领衔被罢免的，被罢免领衔人。台北的王宏威啊，外号叫拜票女王。过去这个地方就没有民进党的当过立委，王宏威被评估为可能被罢免的人。王宏威以前嚣张颐指气使，那个在宣传车上那个竞选干部跟民众比中指，然后在立法院里面讲说罢免我们没有再怕的啦。你知道那一天礼拜日我唯一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发言讲了什么内容，王宏威的站姿是这样子，好像做错事的小孩。真的，你们就看他那一天的那个行为，你觉得态度有改变？已经有改变了啦，但是他不得已嘛，他在立法院还是要尽量跟人家呛赌，可是那个心情是有受影响，而且被评估前3名你就知道那一区没输过，那一区啊，这个过去是尤其是蒋万安的阿爹，就以前现在市长的那个选区，所以不能破了会影响蒋万安嘛。
然后呢，叶元之叫头号目标。叶元之的料已经多到我觉得不太合理，我怀疑是国民党的立委为了怕被罢免，转移焦点，说你们去打叶元之，不要打我。我本来以为这个话只是我们政论界的大家讲讲笑笑而已。你看黄吕锦如怎么讲？叶元之越打越强大，可我好像不打他不行呢。朱立伦跳起来讲说叶元之要认真，不然会像陈柏尔一样。我在那一天之前我都没有要理他，你知道吗？那叶元之至少有一面之缘哈，偶尔争论还会坐旁边。对啊，那么你这样子讲我不能忍呐，我不讲话我就变成给你骂好玩的。我一讲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礼拜6日2天呐。叶元之板桥联署全国第一高，4600份，截至昨天我们要上节目为止，昨天的清算5000多份，全国第一高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快点哦，那个助理的事情，快点赶快拿去政论讲哦，施压警察哦啊，那个会看什么蛙哥啊，就赶快一直塞，那个料详细到我都怀疑那个怎么可能是外人会知道的事情。然后罗廷伟最后最好玩，罗廷伟叫慈母多败儿，你不知道他们在立法院里面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他们运用公权力做什么，但是你看到的就是他们施压，他们发公文要求当天长官要当天到，那这些行为啊，他都是人民所觉得，我选你上去不是，我选叶元之不是要你去施压警察的，我选罗廷伟不是要你去施压这个医院的，我选你们上去是因为你们看起来是国民党的年轻人。然后这个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民进党啊，然后柯文哲那边没有派立委，我投给国民党。这一群人是这样子来的，结果投出来之后，每一个都在跟老百姓作对。只要讲他就封锁，只要讲他罗廷伟今天社群限制那个要追踪24小时才能发文，只要讲他就说你是绿营侧翼啊，这样子怎么讨论？中间选民就是最挑嘴的那一群，结果你们最先得罪的都是中间选民。我跟你讲，现在啊，当初罢免我，大部分的人在空战上出一张嘴，陆战上都是严宽恒。现在啊，我们这些出一张嘴的人都还在。可是陆地上多了很多新面孔的年轻人，就像苏慧议员刚刚讲的，他看到什么巷子里面的那么大排长龙，以为在卖春联刮刮乐，结果全部都要罢免你啊！然后你们又继续惹火他们，所以最后一段分析，现在啊，从中部大佬传出来这个要倒阁啊，讲出来已经扣分了。但问题是倒阁的目的其实是要全面迎战，就是要把那些坐在家里不出门的那些什么严宽恒、马文君、尤浩都叫出来一起打架啦。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亲美，也不是和中，他们是爱新台币的那一群。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干嘛出来？我又没有欠你，我挂5党我都选得上，不然你朱立伦来跟严宽恒选看看。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是不，你也给我拜托啊，你也给我拜托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多头马车，除了34-0被人家笑之外，他们现在党内根本找不到共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老大到底是谁，这个才是问题。Thank you， 还是我一直以为你这次后来我看脸书上你说你要跳下来了，你不忍了是吗？你是因为朱立伦讲的那番话，我以为是因为你那时候被罢免的时候，大家讲说因为叶元之好像又拍个影片去什么的，我以为你是因为江湖恩怨，不是哦。我如果为了江湖恩怨，我可能要放。我不能，我可能要去很多地方了。那个时候没有来的很少嘛，什么3都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算一算10几个，那个很多了。我没有那么无聊，那一场战役输就输了。但是像叶元之被人家讲马奇诺防线，你知道防线是用来干嘛的？防线就是用来攻破的。所以你看朱立伦整个讲话都很奇怪啦。不是我从头到尾不赞成用马奇诺防线的，因为你回头去 Google 一下马奇诺。对，那个防线根本没有用，因为从头到尾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OK， 就被破了。对，叶元之防线也是这个意思啊。算不，人家好歹在你旁边也做过好几次。不过尚公你要先因为要问尚公很多。第一个，整个国民党喊一个都不能少，意思就是一个都不能让他罢过。你觉得这个喊基本上只是单纯一个口号性吗？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国民党打到现在这个样，刚讲到有人提大罢免的那个倒阁的时候，真的他们会认真去考虑这一块吗？不过尚公回答以前说，你要不要先帮你那2位国民党的朋友先回答？因为刚3Q直接讲，像罗廷伟、像叶元之。这几天媒体有传什么，包括施压的，包括什么这些？不是罗廷伟那是江兆国出来的哈，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好像确实是有一点有计划的被人设毁灭。可是这种已经有一点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爆料哦。譬如说今天是3立独家去讲这个叶元之哈，
这种东西你都已经无从查证。譬如我今天就写个脸书说，我告诉你，我昨天接到一个爆料，有人跟我讲说那一天在路上看到 Thank you 哥非常暴虐的在路边买臭豆腐的时候不给钱，暴虐的买臭豆腐，然后不给钱，不给钱，说怎样？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吃个臭豆腐还要付钱，好啦。然后那你说这个，我就说，我不方便讲那个人，怕被 Thank you 哥报复。这样子无根据的一个爆料，现在讲岳元之跟刘天伟就是这样。无根据的一个爆料，现在讲岳元之跟刘天伟就是这样。那一天施景忠已经非常多次的爆料都被翻车了。那施景忠就想说，有一个医生跟我讲说，跟我讲全部都用不具名的。然后结果他一讲以后，那个国健署的署长就说我没有去过立委的办公室，马上就先翻车。然后接着洪孟凯就说，又有网友不知道什么说，警示说这个人讲的就是洪孟凯。洪孟凯又出来说，我这几年都没有发文要求过国健署的人来会勘。然后施景忠才说，我没有说是洪孟凯。你既然写了这个东西，你就要讲你到底讲哪一个立委，你怎么可以不具名的扫射呢？然后几天以后，这个换江兆国出来说，我告诉你这个人讲的就是罗廷伟。然后就这样子乱扫射，然后罗廷伟又说不是，我不是为了我的助理去看病的事，我是为了台大的那个儿童烧医节，已经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开了这个门诊就挂号了以后被退挂那我为了这种公务在这个，然后现在又开始去攻击说，哇，你好大的官威啊！你21号发文要求人家21号下午来。这个在立法院来说，我就不相信其他立委没有这样子过把立法院所有的发文协调会拿来看，有没有给3天的时间，有没有给2天的时间，有没有给当天？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乱爆料，然后爆料没有根据这3例的这个爆料到底是哪个 A 警员、B 警员都用这个样子，都用这个样子，人格毁灭。那当然啦我觉得被指控的立委你们要么就去提告你们要就真的去提告否则这种在大罢免时代没完没了每一个东西假消息当然就会影响，就是在催票嘛可是这个Thank you 哥说是什么国民党内部有意把他们说成这个炮火集散地，像北韩一样，他就是那个草船借箭的那个草人对，像北韩一样吸引全世界的炮火对着他来这个又是我们Thank you 哥的这个太过创意发想，没有太过这个太过阴谋论了这个只有非常阴谋的人才会有这么阴谋的想法希望贵党中央没有这么阴谋的人，我们绝对没有这么阴谋的想法我们绝对没有。来，上公。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公信力调查，叶元之警方，施信忠跟那个施景忠与罗廷伟，你信谁？现在变成这样，你信谁？现在不是谁解释什么，那个都不是重点，是你相信谁？但施景忠也没有说是罗廷伟，我觉得那已经变成有点公信力调查了。那你现在走到这一步，其实你说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谁说的？万一少了，要不要下台？不太可能。对嘛，对嘛，曾经说过6都一定要过几都，那个没拿到的也没下台所以谁说的一个不能少？那如果一个都没过，谁又要负责任？其实你说一个都不能少，跟一个都没有过，其实2个承担责任人都是国民党中央你没过也是党中央对如果一个不能少，少掉了也是党中央所以你2个摆在一起看，责任归属党中央都还是党中央那喊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啦你说叶元之防线，那好吧，叶元之防线好，我充其量说他也不过是个北部防线而已那你要不要建设一个中部罗廷伟防线中部防线，然后东部要不要一个黄建庭那个防线？黄建斌防线，你到底要设多少防线？叶元之危险，黄建斌不危险如果照比例来讲的话，黄建斌更危险，30几%而已要不是那时候刘兆豪跟赖坤城分裂，而且票还拉得很平均的话，34的32的25左右，黄建斌才赢多少票？没几%，2000多票，没几%所以你就说防线，你到底要设在哪里？因为没办法吧，
南部没有国民党立委，所以不用设南部防线。不对，你北中南都要设防线，那2个外岛罢免也没过嘛，也没提嘛，所以你的防线到底要设什么？而且每一个选区有每一个选区的特性，根本不一样。你说叶元之反叶元之的跟反傅崐萁的理由是一样吗？当然有部分重叠，就国会里面，但是对这个人的反的很多理由是不一样的啊。对，那你只能说叶元之，已经快趴到地上了。他最近很低调了。对，他已经快趴到地上了，对不对？然后来一个助理的问题，然后助理的问题，隔没几天又来个警察的问题，警察的问题，他真的超过5000份哎，3月8号到现在超过5000份了呢，而且他的外接大概要多少？他23000多份啊，但是霸团目标是4万份哎，而且我看媒体报道，霸团是真的设了实体站啊，对。这就是扎营，就在板桥体育馆住在的意思，就在板桥体育馆那旁边嘛。然后是你不用再告诉大家在哪啊？你干嘛对他一直这个样子 ？QR code 扫进去。好，在这里也有 QR code 可以扫一下。然后是领衔人史书华医生租的，OK， 租的让霸团在使用的啦。好，当然你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非常麻烦哦。是。是非常麻烦哦。就大家知道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就是我写完我就去了。我可能我拿回来以后有固定的地方的时候，我不用追着霸团在跑。我写完了，我就可能说，我经过的时候我就递过去了。那个便利性很高哦。那个便利性很高。那叶元之的问题，我觉得朱立伦交代他的几件事，就说明了叶元之基层的问题嘛。叫你要跑基层，叫你要跑公庙。叫你要改变人设，叫你不要去绿色电视台、偏绿的电视台，其实愿之那个朱立伦就告诉你你公票没跑嘛，基层不扎实嘛，然后又跑去那边不然你一个我问一句话，淑慧没有，淑慧是议员嘛，我问你你公庙不跑，基层不跑，那你要干嘛嘛？我还要交代你跑基层跟公庙吗？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人家善意提醒一下，你不要就反面解读到变成他没有跑。因为我们家旁边有公庙啊。没有，他的意思是，我们家旁边有公庙4次、5次，我们家也有公庙跑到这个人心肉做嘛，跑到他心嫩嘛。但是跑去的时候要有人在不要没人在哈。那你看花莲，其实你说花莲，张美惠是跟傅崐萁选立委的一个5万多，一个6万多。你看2个人在花莲市的选举，傅崐萁充其量只不过赢了大概4000票而已。花莲市这7万多投出来投出来大概4万多，他才赢了4000。然后花岗国中在哪里？叶爸教的学生在哪里？花莲。花莲市然后刚才说那个看板，魏家贤哪里？花莲。现在花莲市长谁？魏家贤的弟弟魏家彦。你怎么搞？你花莲是应该算是花莲县的大票仓，7万多票。对啊，那你怎么搞？你这一弄下去，如果花莲整个反掉了，你只好拿吉安来补。你只有拿吉安来补哦。但是你又不要忘记一件事哦。当初张俊在选议长的时候，傅崐萁支持的是吴东升哦。结果包括有6个国民党籍或是报准的，全部跑票哦。我去查了一下，吉安的议员也有跑票。吉安议员也有跑票。张俊也是吉安哦，他也有跑票哦。那你说真的一定稳到这个地步吗？所以你说傅崐萁要不要设一个傅崐萁防线？应该有。傅崐萁倒了，我先讲，如果罢免真的傅崐萁倒了，那可能是对国民党来说是最痛的事哦。你的总召，你的中央政策会执行长，整个被罢掉。你说叶元之也不过就立委哦。叶元之立委，他还是有党职总召的哦。你说被罢掉，如果罢掉的话，那不是宣告
国民党在国会所有做的事情，都可以告诉你他是错的，他是错的。然后最好玩的是，国民党很厉害。我们台语有一个叫什么？俩高铁，抓交替，抓交替，抓交替。你注意看，过年以后交替了多少人？哦，你说谁出了事，然后接下来再轮到谁出事？交替了多少人？李彦秀，廖伟翔，完了以后，徐小新的老公刘彦礼，然后接下来又变成柯志恩、赖世宝的女儿、儿子、家人，然后你王宏威的阿美事件。你傅昆萁的去夜霸跟那个香港事件，现在又来了一个罗廷伟事件，这些事情你在交相替，然后你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止住？你没有办法把它止住的话，你会发现从过年以后一路下来，罢免有哪一天冷了？不冷。不过罢免大家都在讲说，第一阶段过到第二阶段，其实那个过程当中。第二阶段如果要过的话，那个过程会不会有所谓的冷却期啦，或什么？包括那时候在基隆要罢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在讲说，是不是有这样一段时间？可是照目前为止看起来，如果照刚上空讲那样，看起来那一件接一件这样往下，而且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一中，刚才讲到几个变成重点指标的，你跟岳元之也熟嘛？对，元之他已经低调，最近真的已经很低调了。那为什么还蹦成是这样？刚讲到像副总召，当然每个立委在立法院都是一票，但是总召再加上政治会执行长或什么，梅尔吉普森那部电影叫《勇士们》，还记不记得？就是他们的那个空中骑兵那时候是团吧，然后到越南内战，你还记得他们那时候跟北越打成一团的时候，当抱回那个总部在兵推的时候，然后总部兵推的所有的人听到有一个状况，所有人的脸色都为之一变，为什么？然后有一个人，我一直记得他讲的一段话，他说：“一个新兵的空骑旅还是空骑团，如果被歼灭，那就是损失了一支部队。可是如果一个上校，如果要是在那边被歼灭，那叫屠杀。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承受之重。国民党现在真的面临到这种状况，他们难道没有一点策略能够想办法反扑吗？这一次跟谢国良的罢免是完全不同。”他们难道没有一点策略能够想办法反扑吗？这一次跟谢国良的罢免是完全不同。我们讲去年的谢国良罢免，它是属于单一的个案，就只针对他，所以对谢国良来讲，他只要极力的固装嘛，他很早就开始固装嘛，那固装完以后就催出他的不同意票，所以最后谢国良是用不同意票大于同意票就安然度过。可是这一次的问题是因为他是大罢免。在这边，我们不得不夸奖我们柯建铭总召的厉害，因为他用大罢免，让他两两相乘，交互作用。就是刚刚义富哥讲的，他一颗一颗的爆。今天如果只有一个人，今天我假设我只罢比方说好，我就罢元智好了，就一个人。那元智的事情大概讲了差不多以后，接下来就像当时对像谢国良那个情况下，接下来还有一个冷却。谢国良的案子后来当然因为也是柯文哲出来救了他，可是就是有一个时间。可是你现在因为太多人被罢免，所以每一个人被罢免的时候，他的那个不管他的个人行为或是他的施政表现都被放大检视。然后所以这礼拜，比如说这礼拜是李彦秀州，到下礼拜是徐巧芯州，然后再来这一周又是可能罗廷伟。你这样不得了，他有35周对，因为现在有34，所以他可以让他的罢免的热度就一直延续到投票那一天，然后加上各罢免团体又可以互相支援。你比方说，当阿免事件出来，王文威阿免的时候，像上礼拜他们6在滨江市场的时候，那个不是只有罢免黄文威的团体哦，其他台北市的那些团体也都过来，就大家互相拉扯，互相 support， 所以他那个热度可以持续。所以黄铁锦如昨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一桂林的时候可以看那个罢免的摊位，他看到说人潮多到他也吓到。就是罢免，他吓到，然后没有任何一些想到要做什么一些作为吗？但是黄旅说，他说绿营有砸资源的，他说这个一定是民进党绿营有砸资源，他说绿营砸黄旅啊，你真的是不懂公民团体。黄旅，你今天你有机会邀请黄旅来吃一下青鸟宴，之前我们有去吃那个青鸟宴，那青鸟宴的摘工，这些到底是谁在背后 support？ 民进党某一个摘掉，来赶快拍，然后一个摘掉，今天的没需要来把面的。一种我们要换一个角度讲，第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罢团这次有很多真的是，搞不好连民党人都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一些人。当然有一些一定也是长期支持民党，也有，这个不会演讲，一定有。但有很多是就是看不过去这些，一定有。对，我们退一万步讲吧，就算，真是民党在后面支持要去弄这些。当你走到路上去，就跟苏会长的，当你走到路上看到人家的那个罢免联署活动签成这个样子，你还会去分？这是绿营有没有砸资源？这个应该不是绿营砸的资源，对，跟你的策略会有关系吗？没有啊。重点是我们黄旅他要讲啊，就是说，他说，他不觉得他不觉得危险，至少台北市他不觉得危险，他这些还不觉得有危险。王宏威怎么闯啊？黄旅还在那边说他不觉得危险。然后黄旅的青年军，你看台北市那几个罢团，我觉得那你就是可能主委的态度还觉得没有那么危险，所以他底下那些青年军也乱搞，你看就抄死人联署，还讲说什么哦。那个罢免国民党的都没有死亡，都没有人死了，这不对，因为以台湾的那个死亡率来讲是8%点多，所以你罢免国民党的就要死人，这种逻辑才敢讲出来。然后为什么要2阶段？说我们本来就准备好2阶段，我们本来就是，所以你看你找这种阿萨布鲁的青年军，看的难怪赵少康都觉得害怕。现在国民党赵少康讲说你找这么废的这一群，然后现在怎么样？然后所以王宏威现在紧张啦。其实刚刚提到王宏威嘛，他是去年10月是这种态度，他说。这是罢免王宏威的团，他们集资有一台车子开始在跑了，在中山区开始跑啊，这是车子有没有？他就把王宏威去年10月讲的，我们没有在怕，他去年10月他真的没有在怕了，老实讲，因为他那边很稳嘛，中山北松山那么蓝，今年不安呢，这是他前2天在那个龙兴花园的那个活动会场啊，这就是说，然后。王宏威说他很紧张，站姿，对，你看他站姿开始有紧张了啦。而且王宏威说他有紧张，他叫大家帮他拉票。好，这对。可是这件事情我还要讲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这里面又被人家揪出来，这里面如果是单纯办这个，他是说是庆生会啦，对啊，不同意办王宏威庆生会啊。可是事情没那么单纯哦。来这里，我们看这3张。先不要看小心的，这3张照片都是刚刚这个王宏威那个庆生会现场的摸彩的礼物。当然淘宝货，网友嘲笑说又是淘宝货，我先不管他是不是淘宝货了，反正总之就是这些东西摸彩。好，如果是庆生会摸彩，我觉得好吧，好也说得过去。可是来，大家帮我看一下，庆生会在上面，这个写什么？不同意罢免王宏威。我问你，这算不算选举活动？这刚是单纯的庆生会。尹金茂讲也庆生会被办摸彩。对啊。但是下卡他说不同意，而且他上面有跟大家讲，请里长帮他拉票，一个里长帮他拉1000票。有讲嘛，对吧？我问你，那些是不是算是拉票的场合？算是不是选举活动？那选举活动你上例文，有没有构成咱讲的贿选罪？这边重点是徐巧芯也要有样学样。为什么？这个是小心的，他是这礼拜6，他说他也要办松信进行式。他写什么？他说了解现在未来的发展与规划，他也没讲到选举，然后找了名嘴，然后来这边，然后现场注意也有摸彩。他最好是这个时间办什么说明会这种这么简单的，目的一定就是因为怕被罢免，所以想要动员嘛。可是他们就玩擦边球，你看这边也有摸彩，所以我就会重点是讲。其实按照选罢法的定义，他是说对有投票权人行使这个契约或是交付财物，然后要他投票或不投票嘛。那第一个，这些人算不算有投票权？当然嘛不。对啊，他们讲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些人。永定你起码好像罢免也还没，就是现在还没。也还没进行到。对，第2阶段还没开始，所以他现在是不是有投票权？这个变成法务部在认定上会有问题嘛？那第二个，他说，我是办庆生会，或是我办那个什么说明会啊，我也不是要讲这个，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玩这一招，就是说开始玩这种擦边球。那我凭良心讲了，你要玩擦边球，想把你的选民这样抠出来，用这种方式有没有违法？这个要检调去认定，我相信会有人去检举了。那有没有办法成案？这个要看检调去办。可是这里面就意味着什么？2点，第一个。出奥博啊啦，就是讲你开始被勇去教啊嘛上礼拜还开记者会说阿美他们那个什么还有去吃饭什么的，拜托你们是抽到这种程度，你好意思讲人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就表示他们会紧张，所以难怪你知道现在我那天就赵少康有讲，他就说不如就倒戈了啦。其实之前就有听过，我也义父也跟我讲过，国民党里面确实有人提到这件事。现在赵少康是明着讲就跟对倒戈了，不要，而且重点是你知道那一天就在赵少康的节目上所有蓝营的人。全部都支持，包括我新竹的选区郑正前
包括柯志恩都在现场都支持，只有谁反对？你知道吗？张启凯，民众党反对，他当然反对啊。他现在有8席，如果重选的话，他们就可能就剩一半。可是现在果然，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对国民党这些要被罢免的来讲，广告排天了。如果我真的被罢免掉，我4年不得参选呢。后面这3年再加4年，7年啊！我这一区就只能会被旁移。我觉得最怕的什么？你知道，深南区更怕。我今天深南区我本来稳稳的可以做一辈子，现在变成如果我被罢免掉的话，我被拿掉以后，讲一定江山代有才人出。对，可能民进党还没有办法在深南区再选上，然后会派一个国民党的人来选深南区。哇，那我这个原本是我在那边扛把子，所以对我来讲，假设我是深南区的国民党的立委，我还不如干脆倒阁解散，然后重选，对我还比较有利。所以现在这个才是下一步他们在讨论。苏慧刚才点名的这几个地方，甚或媒体上讲说，连那个黄旅他们是不是都讲说哪几个地方比较危险或什么，都是大家认为本来以为比较蓝营优势区的花莲、红卫那一区，那这些地方真的已经变成态势变成这样了吗？那如果真的这样，你应该有看到为什么大家讲到连包括赵少康他们都在讲说要不要倒阁的那个逻辑，意思就是，与其讲白话一点，与其坐在家里面等别人被人家打，不如干脆大家就从头重选一次。坤城你也要被打啊，然后你也要再选一次啊，大家都来一次，而且罢免不能募款，选举好歹还可以募款，大家还可以公正的大家打一场，那何必打一场纯手势战呢？但我觉得现在提倒阁好像有一点这个一厢情愿哈，时机有点晚哈。之前民进党在呛倒阁，是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国民党修选罢法，而且顺利通过实施以后，罢免的门槛是很难的，一阶也很难，因为要附身份证。所以民进党那时候觉得，你就提倒阁啊哈，大家一起重选哈。但是现在既然说已经35个蓝委对34比0的情况之下，国民党是挨打的份，那民进党为什么要陪你一起打嘞？而且就算顺利倒阁，就算民众党也同意倒阁，民进党不一定要解散国会啊，他就换个阁揆就是啦。卓荣泰就我辞职啊，然后赖清德就好啊，我重提一个行政院长啊，不一定要解散国会啊。所以这个就算是赵先生讲的啊，那提倒阁还不如大干一场，民进党不一定要陪你大干一场啊，所以也不会说这个，也不会说什么民众党不会同意啊，因为他不会想要8席重新选没有啊，那个民进党也不会同意啊，他现在他的所有立委都安然无恙的情况底下，他为什么要解散国会陪你一起打嘞？如果我是民进党，我也不跟你这样干呐。现在国民党被挨打我解散国会不就陪你一起打吗？何必呢？我现在凉了，在旁边看戏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民众党的问题，现在是民进党已经不用这么干了。国民党现在变成进退两难，是我觉得你只能够咬着牙去打这场罢免战。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节目之前我才在跟另外一个记者聊天，我觉得确实是党中央也好，或立院党团也好，确实有一点叫做一步错步步错这个就像下棋一样，你没有下一步想3步所以满盘皆落锁有一点点这种状况。所以我最近跟很多国民党立委聊过天他们已经准备就是打第3阶段了就是打第3阶段了每一个选区都准备像选举一样，就是直接打第3阶段，不去想第2阶段会不会成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准备啦，就是准备打第3阶段。而第3阶段如果说很多选区都成立的话，我想中选会应该是会把投票日定在同一天，没有道理初1、15投一次，初2、16再投一次嘛浪费时间人力。应该说1个月都在投票，不是日投那没有意义嘛那如果说同一天全国那么多选区一起投的话，那形同一次大选那投票率一定会冲高。投票率冲高的话，那谁会得利很难说。对国民党来说我们原本罢免是这样会罢免你的，想罢免你一定出来投。那我们担心的人是不同意的人不会出来投。我们原本担心的是这个，因为他不知道说不同意要出来投，他不知道他要出来投，对，他觉得他不要出来就可以，就叫做不同意嘛原本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所以那时候谢国良花了很多力气去行销，说不同意要出来投不是说不同意在家里叫做抵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行销这件事。可
可是如果投票是同一天的话，投票率冲高的话，那自然而然蓝营的也会出来投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反而也是一个好事，投票率冲高啊，这是第一个。好，对于深蓝选区的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去刺激大家出来投票啊。那第二个是为什么？红威选区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危险，是因为北松山当然是蓝的，因为它是红威姐原本的选区，但我们比较没有把握的是中山区。好，第一个它本来就没那么蓝啊，甚至有点比较偏绿。第二个是红威在这边的经营是比较短的时间，是从补选加上这一次的大选，其实时间大概就2-3年而已啊，所以扎根没有那么深，然后再加上这个选区啊，这个没有那么这个优势啊，所以才会觉得说在这个优势上面，基层优势没有那么那个。那倒是花莲这一次哦，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对，因为过去副委员在这边经营这么久的时间，而且他还有现任优势，甚至他的现任优势是双重现任优势。包括说县长对，包括他自己，好，过去也是县长，现在是立委哈，所以花莲这一次的这个风起云涌，这次的可能这个罢免的这个变天哈，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警讯了哈。那可是花莲有一个问题是，花莲非常幅员广阔哈，然后有很多是城乡的问题啊，乡村的问题啊，所以罢免团体是不是可以动到乡去，把这个投票率动出来啊？我觉得也非常考验哈。那副委员他有比较庞大的这个组织动员能力哈，到时候他一定有办法把他的票给动出来哈。那但是这个罢免团体他是不是有办法啊，把他们的这个资讯动到这个乡，甚至动到山上，好海边哈，这个当然就。也是考验这个罢免团体的这个能力啦，对。三个，其实这次国民党最大的一些问题是，我记得你那时候在节目讲过，就是你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你该吹的票全部都吹完了，那输了也只能够讲说虽败犹荣了，因为没有办法，你面对的就是校正回归好，校正回归 ，OK。那现在呢？有人讲国民党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里面你发现城门里头自己打成一团。有人说有党主席的问题啦，像副总召刚刚有讲到，他跟当初花莲的一些的问题，甚或连当初在立法院他要争这次总召的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大家之间会有一些人和的问题？很多国民党出现都是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如果国民党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还要打什么呢？治大国如烹小鲜，大罢免就像煮一碗汤，汤呢要决定它的冷热温度，也要决定它的要咸正如何。大罢免就像煮一碗汤，汤呢要决定它的冷热温度，也要决定它的要咸正如何。有的人像王宏威喜欢吃甜的哦，香蕉就煮汤。台中海线有水饺汤，什么东西都可以煮汤。但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决定冷热跟甜度、辣度了没？最大的问题啊，过去一整年他们用了一种很奇怪、很吊诡的方式，就是把汤煮得超级咸，但是其实是冷战。就是说啊，对李彦秀来讲，不要提到我，跟我没我的事哦，没我的事。嘿，电视没有，我没有通告哈，我们几乎全台湾的新闻媒体90%在内湖南港，我就没看过李彦秀上来讲2句话，为什么？冷战嘛，什么叫热战？叶元之、徐小新自拍棒，里面那个有打有求必应，看到记者访问什么都回，老公也可以切割，家族也可以切割，打得很闲嘛。可是问他罢免的事情，你几乎没有听他回过罢免的事情。他躲得很好哦。所以他们的问题是除了冷热之外，他们的咸淡其实是没有讨论过的。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讲，你觉得台中那几个地方势力，包含江启臣、严宽恒、马文君、尤浩，我们就讲大肚西防线就好了。这几个人的态度如何？这几个人才是有实力而且做得久的嘛。这几个人对大罢免的态度如何？不要访问我。且会怕的是谁？会怕的是廖伟翔、罗廷伟、黄健老。黄健老都还好，黄健老有一个卢秀燕的阿爹，有一个铁栏区，稍微还可以在那边这个装皮一下。其他人呢？叶元之好，那换叶元之。叶元之希望冷战还是热战？他过去1年都表现的耀武扬威、虎虎生风。我是
国民党第一战将，我冲锋陷阵，我在绿媒体帮忙后辩才无碍，起来做厉害啊呢！啊，现在你要问他人也不见了，问他现在开始装可怜了，不是你不能前1年都战斗蓝，然后现在要罢免的时候就装可怜。这种双重标准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本来以为这样做是左右逢源，最后会变成左右都掉票。那问题不只是冷热的问题，还有咸淡的问题嘛。好，那冷热呢，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啊。没有罢免战是冷战。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要冷还热，从来就不是被罢免方决定冷热的，是罢免方。韩国瑜也好，王浩宇也好，陈柏也好，我们3个嘛，这个3个奇才，市长、立委、议员嘛。3个人战术都不同啊，结果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呢，去到另外一边都决定要热战、热回应的那个是一个方法。可是热也有温暖的热，所以什么叫温暖的热？意思就是热，但是汤比较清淡嘛。哎呀，它不是又热又咸的。8年我达到绿营差异，也把绿营差异的弄绿，绿，大家都绿的。现在他们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嘛，又热又辣又烫，没有人喝得下去嘛。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地方派系都不对盘。傅昆萁他们不得已，他已经演1年了，他要热战，他要咸啊。但是问题是，李彦秀想要你热战吗？然后呢，这个赖世宝想要你热战吗？叶元之站在旁边那边啊，叶元之想要你热战吗？所以他整个不协调的原因是来自于这样子，有些人要动，有些人不动，有些人想要。好，我就问一个啦，我赢严宽恒那一年，请问那一年大环境投票率是高还是低？算冷战还是热战？热战嘛。严宽恒是被热战淹死的，不然我哪有机会当立委？啊，你现在热战下去，严宽恒不会想起那年被统治的恐惧，对不对？我永远一辈子都是这里怎么选怎么赢啊，然后你突然给我打热战起来，本来没代志赢的，从早登来我家投票，本来不讨厌我啊，看到罗廷伟、叶元之这些人这么嚣张，跑过来罢免我啊，我不是做衰，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情况还是不断透过放话，那倒戈啦，那区域作战，有没有哥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啊？但是都不愿意自己好好坐下来讨论，大开大放啊！国民党不是过去这个应该要支持民主的政党，大家坐下来，傅昆萁卖底来对欧北部，不分区立委卖也要欧北公来，你们就吵一吵就算了嘛，吵一吵决定要怎么打再来打。现在的情况被各个击破，我觉得对国民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全国大罢免。今天被攻的是蓝的还是绿的？你以为打成热战就是回复大选？完全不会，好不好？你们刚刚讲个什么蔡叶元之防线哪里防线？我跟你讲，浊水溪以南防线就全部都给你攻过去了啦。然后台南高雄、屏东吃饱做赢，无来台北就观光佚佗，拜六礼拜盘来罢免叶元之，你看人偌济。对，志刚拢规个为南部冲起来，然后谢长这样不会使，南来回滚南哈，然后没有人要理他，全部都被罢免，谁有空啊？但是都搞不，我觉得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搞不清楚状况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直他不可能冷战了。是，就算有一些，也许个别委员会觉得，那我就冷一点，就不要炮火，就怕咖啡就请。是，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忍了。而现在如果这样真的打起来的话，对国民党来说，搞不好真的大罢免下去，真的会掉一些席次。对，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去年选举的时候，立委跟总统一起选。我们说的政论节目，包含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总统大选的新闻。当然，对立委的检视不足，导致今天很多立委的问题发生。现在其实人家都打过啊，譬如说那个李彦秀的问题，他在选前也被讲过啊，但是没有发酵，大家才觉得李彦秀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总统掩护了所有的立委这次的当选其实是不合格的立委哦。第二个部分就是结构的改变，为什么这样结构的改变？柯文哲民众党在选区里面是没有提立委，很多选区没有提立委，没有提立委，投给柯文哲的选票的外溢效果到底投给谁？变成很多人啊，包含叶元之，包含罗廷伟，他们为什么会当选？叶元之自己都很意外啊。叶元之那一区蓝绿五比。他有一个欧巴桑联盟，我相信很多投给柯文哲的总统选票的，因为我不喜欢蓝，不喜欢绿，我全部投给欧巴桑联盟。就欧巴桑联盟今天说我要罢免叶元之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合格啊！当初我没有检视你啊。虽然在总统这些选民里面，因为柯文哲投给欧巴桑联盟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你叶元之这个人嘛。罗廷伟那一区之前都是民进党在当立委啊，蓝白河台中是示范区，因为蔡壁如去台中当参选之后，把柯文哲的25%的选票全部灌在台中这些立委身上嘛，所以国民党的选票在这些选区里面真的有这么多吗？对啊，可是黄国昌如果要表态，譬如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叶元之也讲，黄国昌只要愿意站他的台，他绝对双手欢迎。
那会不会又把当时白银的一些票也拉在身边呢？这就是我说的结构改变的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柯文哲25%的选票当选，10%选票现在是民众党的支持度，跑掉的15%是什么？国民党都不去问为什么跑掉了15%，这15%的选民在想什么？叶元之最喜欢讲啊，都是绿营侧翼啊。我第一个5月的时候就在讲喊罢免叶元之啊。我跟叶元之讲，这些人10年前就开始在准备了，太阳花学运就开始在准备了。如果没有太阳花学运，这群人几乎这15%都参加过，不会有柯文哲，不会有黄国昌，不会有民众党，不会有时代力量，不会有3Q， 不会有台湾基进，都是那一批15%的人现在站出来了。这群人很多现在都是罢免团体的主力，他们曾经投过柯文哲，他们曾经支持过黄国昌，但是他们觉得黄国昌、柯文哲，你为什么黄国昌？我们当初期待你进去监督民进党，结果你去帮傅昆萁的小弟。这群人啊，叫做公民团体。你问我，这15%的人很多都是现在公民的团体的主力，根本不是什么民进党的侧翼。他们也有些人会投民进党，没错，但是他们的选票是移动的。民进党做的不好，我一样反对你。这群人的可怕在这里，连民进党都不一定控制得了。所以民进党自己呢，我都提醒民进党啊，你们要小心，不是第3阶段，因为第3阶段很多选区都会过。重点是你们提名第4阶段补选的人选是什么？这些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政党意识形态，他们有可能，你国民党提出一个更好的人选，可能会有游淑慧，可能我就支持你了。有可能港务我就支持游淑慧。他们现在都很怕这种逻辑。对。不，重点是我要说这15%的人是没有政党意识形态的。只要国民党补选的时候提出好的人选，有可能继续投还给国民党哦。这才是关键啊！所以你问我罢免第3阶段有没有十几个、20个选区有哦，但是补选会不会全部民进党拿到？我打一个大问号，不一定是全部民进党拿到的。最后回到第4阶段补选的时候，蓝绿才进入到蓝绿的对决。所以国民党你现在把这群人啊，不断他说他是绿营的侧翼，你们是自己自限。如果要补选的时候，你们把这群人全部推给民进党了。这才是国民党现阶段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你们不断的说这些公民团体是叫绿营的侧翼的时候，他们真的在被你们这不断的说的过程，不断的推向民进党，让你大罢免成功之后的补选，这些人都不会投给国民党。坤城，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民团要罢国民党的，会跟摧枯拉朽一样？就是到目前为止34-0，国民党是党主席领衔出来喊要以罢止罢，为什么到现在搞个一阶都搞得这么困难？为什么？你如果真的讲两边正式真的排出来，国民党的委员还比你们多一席嘞，那怎么会搞成是这个样子？只要讲因果关系嘛，那个因就是在去年就开始种下来了嘛，先从这个去年上半年国会扩权法案。那时候就有青鸟出来了嘛，那所以青鸟其实就是现在这些公民团体，我想有很多是重叠性的，但是会弄到最后这个整个大罢免，我觉得是国民党不断在烧柴火，那你说国民党朱立伦他有在弄吗？其实没有嘛，就嘴巴有在讲啊，嘴巴有讲说，哎，我们要以罢制罢，我们这个如果这些民团，他们就把民团当成是民进党的侧翼，这已经是战略上的错误了嘛，刚才都有提到，就是说你把这些不是支持民进党是中立的这些人，你把他认为是民进党侧翼，那国民党呢，像朱立伦还有讲说啊，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就以罢制罢。那以罢制罢的结果，我们从结果来看嘛，是34-0嘛。好，目前为止是这样子。那当然他们持续还在补件当中。但是目前的阶段看起来，国民党的气势就输了。就是说，一个是由民间团体他们发出来的，那一个是由国民党党中央下令，或是说这个地方党部你们要去做。我觉得这个主动跟被动气势就差很多了。而且加上说这些民间的团体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有行动力。你真的就是过年前大家已经小年夜了，要过年了，为什么都还在联署？因为真的他们觉得说国民党真的做不好，所以就利用时间，小年夜都还联署。
过年了也还在连锁。我记得好像这个好像初2、初3开始，那个电视新闻就有在报嘛，哪一些卖场前面就开始大排长龙啦，然后哪些地方在公园啊，或者是说在广场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霸团开始在动了，所以他们真的很有行动力，也很有创意。加上现在已经2阶段开始嘛，都是充满创意嘛，就是说这个戴这个帽子啊，什么罢免谁会成功，必成功，还有千岁，千岁人，对啊，所以就五府千岁的概念转过来嘛。对，但是你说结合了这些那个民间的这些宗教的信仰，很有趣的把它串联在一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霸团是真的很有趣。那相对于国民党，你觉得就老气沉沉嘛，就觉得说不行了，好，那如果罢免不行我们就来倒阁，就倒阁内部的人意见也不一样。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上狗，你对国民党应该比较熟。国民党内部为什么现在还可以乱成是这个样子的感觉？当人家杀到城门口的时候，现在有没有一点某种程度的改变？明天是包括总预算的复议案，明天要表决。对，财划法。还有财划法嘛？你觉得否决的机会大吗？否决机会很大啊，很大，因为不否决就认错啊。OK， 好，那如果否决的机会大，那接下来卓荣泰院长就带着部会首长下乡去开始讲这些。这刚才在讲有没有柴火？这不也是个柴火吗？他不就这样一路就烧到，如果到整个罢免时程2阶、3阶这样算起来的话，他就一路烧到7、8月了。对啊，那个卓院长要率团下去开讲但是他也找了很多立委因为他们也担心部长，尤其有一些部长，有些部长不太适合讲，一口才，2讲错话所以他们也找了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立委，什么都接到通知了嘛，要叫他们加入团体嘛当然，这场你说国民党最简单的一件事嘛，没有公民团体你就承认嘛，公民先行公民在哪里？公民团体在哪里？就没有嘛，还要装腔作势干嘛呢？如果第一阶段就下令所有的议员、党部名册什么全部交下去，小组长下去，今天会有这个田地吗？如果第一阶段就下令所有的议员、党部名册什么全部交下去，小组长下去，今天会有这个田地吗？不会吧？那就很简单一件事嘛。到最后搞了，大家还在笑，那个是假公民吗？公民团体是真的吗？结果一发现，黄宇锦如还特别推荐哪个人要选哪里，哪个人要选哪里，哪个人要选哪里，这叫公民团体所以第一个。你没有就不要装嘛，这第一个嘛。那人就1月8号开会嘛，我一直讲1月8号就李彦秀说我们备有18套嘛，在里面还讲说，各党部要去找公民团体先行怎么样？就台北市党部找的公民团体是公民团体嘛？不是嘛？第一个你就不要装嘛，你党部一定要装嘛，装到最后就这样吧。然后第二个。党中央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公民团体是自发自动，然后大家彼此里面有人会赞助，有人干什么？你们这些公民团体就不会有人赞助嘛？就乖乖的拿钱嘛，就等多预算嘛，对吗？那就乖乖的拿钱嘛，还不拿？那你要怪谁？第三个，你党中央到底有没有下令这些那个公职人员下去帮忙联署？请问一下，没有啊？你说没有，那？尤其他们内部，像黄旅跟钟小平到底怎么？钟小平就告了黄旅嘛，从此结怨嘛。可是有很多时候，那个外跟内之间总要有别吧？先解决不都是先让内，先让内？没有，黄旅一向是先谈恩怨，再谈国民党内黄旅的性格就这样他讨厌的人就这样他管你党内不党内可是如果现在搞成这样，对他一个主委面子也不好看是不好看那不好看，那不好看，要先保住自己这一块钟小平如果能够带兵带将来，就勉强收了嘛。钟小平说在中正万华联署2万我奉劝钟小平不要，因为黄旅已经说要给中配军选，对所以他都没了，奇怪了，这就一件事嘛。爸都联署1阶都还没过，现在告诉你谁要来选补选，然后还说中配军有意愿，对。
对，然后现在又说，钟佩君人在国外都中枪。好，然后又在那边讲说啊，这个希望黄国昌可以罢免来站台。黄国昌不是想士林北投民众党的想法是要把黄静怡移到中正万华。黄静怡要移过来，你知道他们里面有此说法是没有有此说法，但他不会放弃。没有有此说法是黄静怡要不要的问题有此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好像罢吴思瑶跟罢吴佩益哪一个比较容易罢？然后第二个，中正万华如果要选议员吴怡轩有兴趣嘛？然后士林北投议员他们上一次那个1万多票落选的那个陈思宇嘛，有人选嘛？所以，可是你把学姐调过来，你要问问看国民党啊，就是还没谈嘛。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谈了，也不是还没谈呐，就说无意义的谈呐。就是说，在立法院谈有用吗？谈的人可能这一次罢免以后再不在都不知道因为有没有意义？好像没有意义嘛。所以你现在黄旅这样搞来搞去的。我觉得他也没摸透民众党在想什么。民众党在想什么你今天罢了完了以后就说，还一阶还没，你希望黄国昌帮忙，然后马上说我们钟佩君要选。那我还来干嘛？你有没有告诉我士林北投罢了谁要选？万一这个黄旅又喊了一句话，又说谁要选的话，那黄国昌来干嘛？黄国昌当然想要创造的是一个第一补选谈，第二2026谈嘛。不然他去台中干嘛？他去台中干嘛？第一个，国民党有4个有4个县市4个直辖市长市长市政交流，请问你黄国昌是市长吗？不是，是议员吗？也不是吧。结果跑去台中市市政交流，你不觉得这个民意很奇怪吗？而且他还是新北他设在板桥市政交流最快的是在侯友宜然后你又想这个直辖市长的位置，然后你怎么会跑了？然后桃园也有张善政台北也有蒋万安而且你台北议员这么多交流一下，不是应该以台北市为首吗？他来过了，他是到市议会，他有到市议会，他是到市议会，跟市长备询台交流过了。他是拜会代席期，他有跟我们市长备询台交流过。对，他没有备询台，他跟备询台交流过。第一个，你跑去了台中，还留了一句话：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那台北市不是民众党的事，他去跟蒋万安见完面以后，台北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那他可以全省走一趟就全中华民国都是我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在想什么。第一个，卢秀燕对党主席，过去是不讲话，突然来了一句话，还没决定，这表示什么？还有在考虑这件事跟过去不一样的松口啦，然后一堆党内的人都在劝他连包括李四川在群组里面都提到这件事嘛。如果你要选2028的话，以2020跟2024的例子讲嘛，然后你包括王金平李乾隆廖了以这些人全部都在劝他选。OK， 全部都在劝嘛，劝他选嘛。那大家都知道嘛。要么党主席，如果卢秀燕大概说他要选的话，可能大概就他了。大概，然后他又是2028年最高的期待，因为期待值最高的人嘛。黄国昌不懂吗？懂吧？那他为什么要？他当然懂，所以他去台中啊。这是他为什么要去台中的一个原因，对不对 ？OK， 那目的就这样啊。可是所以你说黄旅在那边讲，我根本不想理你黄旅啊，因为未来我可能面对的是我要跟卢秀燕谈啊。甚至于2026我都要跟卢秀燕谈因为可能卢秀燕一说 yes， 那2026年的选举提名权就可能就在卢秀燕手上啊。好，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所以大家字里行间一中，黄国昌跟民众党显然在这个罢免局里面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当媒体上讲说，是不是如果要是明天的总预算案，如果要是真的被否决掉，那个复议被否决掉，
当卓奎说要带着部会首长或一些立委要下乡的时候，民众党直接出来，黄国昌还有一些民众党委员会直接说，他们也要下乡去宣讲，他们要直接戳破民进党的谎言，要告诉老百姓民进党的真面目。你会发现，当国民党还没有出来说我要下乡去跟你对干的时候，黄国昌显然又是一马当先，直接率头就冲了出去。所以这已经很非常清楚的，就是反绿第一大将、反绿第一阵营，一个黄国昌，一个民众党，就带着钱都走了。不是你国民党的青年军的那个表现，光第一阶段联署搞成这样，到现在还是过不了的时候，你都用跨破卡去了啊！黄国昌虽然也出师不利啦，他虽然号召了很多志工，然后在万华那一场，本来要帮吴怡轩那个顺便拉台，就被很多阿伯阿姆呛声，所以他后来不办这个街头宣讲，还帮他去被呛。可是即便是这样子，他也比你国民党有战力啊！你国民党到现在还就摸不清楚说到底你是要怎么样都还是不清楚啊。所以黄国昌他确实他说他也要办下，他其实就是扮演一个侧翼的角色，而且他这个侧翼是选择性的侧翼，就是说谁跟我好我就办谁，我就帮谁。你看，所以他跟卢秀燕好嘛，卢秀燕那三宝很危险，因为两支比较危险呐。除了刚刚讲那个黄健豪是因为他是卢秀燕的选区啊，另外两支很危险，所以他第一时间他就先去卢秀燕那边帮他安大民心。你要搞清楚哦，卢秀燕那三宝里面，其中那两个比较危险的两宝，他当初就是因为台中蓝白河是示范区，那时候因为有蔡壁如的效应，所以整个那个蓝白的那个凝聚是全国最好，所以那两个原本那两席，那个廖伟翔跟那个什么那个就那个，对他们那个两个原本是民进党的立委嘛，他把他拉下来就是因为蓝白河的这个现象。那现在当然蔡壁如已经被丢掉了嘛，那黄国昌赶快去补上蔡壁如那个位置，所以这黄国昌一郎一厉害嘛，李强基本上得离掉一下，黄国昌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就是 king 了啊，他。这个是最新的那个桃园市党部的民众党桃园市党部的那个主委，他挂了一个海报，你看 C 位是谁？黄国昌，柯文哲已经没有 C 位了哦，已经刷去边啊喽。这是桃园市党部，然后你看有没有明显？这个人家不错，好歹还把柯文哲摆在上面。但是问题是他已经被摆到这里了，就是他有点就聊胜于无了啦。然后现在他们这个还有那个斗内给民众党啊，给组织部哦，有送这个勇敢冲 T 恤，勇敢冲，而且这个是限量的哦。你想买现在买不到哦，你要先捐款到民众党的组织部，然后凭证去桃园去那个桃园市平镇区那边有一个服务处才能领哦，所以这个是限量的哦。然后凭证去桃园去那个桃园市平镇区那边有一个服务处才能领哦，所以这个是限量的哦。我知道你想穿，没有哦，没有哦，所以现在大家真是整个民众党的形象已经变成是这样，所以他已经是基本上现在他已经走出2.0的形式。当还有少数的小草，昨天不是柯文哲爸爸的告别式吗？这边当还有少数的小草在那边谢谢柯爸给我们这么好的柯文哲的时候，其实黄国昌已经翻到下一页。你觉得柯文哲时代是确定对民众党来讲是确定已经过去了吗？其实这虽然讲起来有点感慨，毕竟是柯文哲创的党过去，可是其实黄国昌已经把他选择切了。你知道为什么？黄国昌他已经把这个先翻掉了。当然有人说黄国昌为什么不去告别式？当然黄国昌讲人家富商，对富商这个是没话讲哦。但是也有人考虑说，那如果是富商的话，你过年都会发红包也是怪怪的，因为你爸爸过世还没有100日嘛。那按照我们的民间习俗，爸利息不会塞啊，一般严格要到对你就是要1年才能出来。但是他其实已经发红包了，但是你还是选择不去柯文哲。好，但我不管，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民俗，只是说现在对黄国昌来讲，他已经把柯文哲翻掉了。那翻什么翻掉？你看他先左拉卢秀燕去了那边，对不对？前2天民众党不是办国政治理吗？他找了谁？他找了童子贤。童子贤当然是和硕董事长，但他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智库的副董事长嘛。他为什么拉童子贤？当然，童子贤这个人是这样，就是说我要沟通嘛，因为童子贤要推动新能源，那需要跟民众党有一些这个交流。民众党毕竟国会有8席，可是这个过程，黄国昌这个很厉害，一个是两边，因为黄国昌在第一阶段的黄国昌在代理主席的时候，他是巩固民众党不溃散，因为这柯文哲案子很多嘛，那小草也溃散，都要1、3购嘛，你25%就要存10%嘛。黄国昌那个时候就是压在10%，不要再往下降。所以第一阶段他是采取就是恨赖清德，然后柯文哲就是这个，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扩张的。所以现在柯文哲既然爸爸的告别式也差不多，就让他翻页以后，他现在进入到第2阶段。第2阶段是什么？他要开始扩张，他势必要扩张。他稳了这些小草不要跑了以后，现在把
先把小草转成小葱，然后这些葱们我们要开始扩大我们的葱，葱要长大，所以它一方面去拉卢秀燕，二方面也去拉就是童子贤这边，就是去。开始把那些流失的中间选票一步一步的找回来，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他是有策略，而且他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在国民党最衰落遇到罢免的时候，他利用这个下乡宣讲的方式去帮他地方的这些就是一方面去。形式上是帮国民党，确实也有帮一些啦，但主要是什么？而且像毛泽东嘛，7分发展，那什么2分应付，1分抗日。他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发展他的民众党，然后顺便跟国民党应付一下，然后徐图2026，然后在2026的过程中，如果合作愉快的话，再进2028。所以我跟你讲，未来这2-3年，大概他的天下蛮稳定的了。OK， 你可以看到，其实除了国内大罢免这个风潮以外。台积电这件事情一直在国内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因为毕竟护国神山，我们的细盾，然后大家会非常在乎这件事情。连在立法院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攻防之间，台积电都会是一个重点。但医生是，然后美股跟台股有这2天是黑色星期一，没有啊？今天台股还是一样跌啊。但是美股那时候美股黑色星期一跌很凶的时候，川普一般来讲他不会闪任何媒体，然后问这些，但他这次没有出来回媒体。然后人家问到这些东西，他没有回。对，就主要就是关税问题嘛，因为本来之前说会往后延，后来又不往后延了，而且是可能预期在4月2号就要启动跟美加之间的关税嘛，所以全球的关税战就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嘛。那关税当然会影响所有消费者的意愿跟所有的制造业，他们的所有的成本都会算进去，当然会影响到股市。所以美股昨天啊，美股学习将近900点啊，900点，那台积电 ADR 掉了3.5%。当然，台积电我刚才已经说了，台积电在美国设厂这件事情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比起关税的影响多少，我们要去做评估。台积电也做了最万全的评估嘛，所以台积电现在免除了关税，台湾也没有被纳入所谓的川普的关税的惩罚。其实要感谢台积电，但是台积电会不会下跌？当然会下跌，因为毛利率就下降嘛。美国人就毕竟不像台湾的工程师这么勤劳嘛，所以你要更多的钱去请这些工程师的时候，那你盖厂花的钱，你生产的所有的成本都要提高的时候，当然毛利率会下降，所以台积电也大跌了，大概ADR 跌了3.5%，大概整个市值蒸发9000亿左右了。华尔街日报说川普习近平要在6月举行生日高峰会，这个更严重了。到底美中之间的关税战到底要怎么开打？什么时候开打？到底彼此之间有多少的关税要收？这件事情才会更引发全球更大的关注，因为毕竟美加的贸易额不如美中之间的贸易额嘛。所以如果美中的贸易战开始开打的时候，会影响台湾，也会影响到全世界。所以美股学习，川普竟然神隐了，白宫出面回应说，声明中只说自川普当选以来，产业领袖纷纷回忆他美国优秀的经济政策，讲白一点就是说我收关税是要你们来美国投资的。重点是又不是一开始你关税一实施下来，我美国的工厂就可以生产嘛？台积电盖一座厂要3年啊，所以我现在如果你就已经进行所谓的关税惩罚，我即使投资美国，我也没有办法生产足够美国相关需要的晶片也好，各种消费性产品也好，所以所有的物价都会因此而腾飞嘛，消费者的那个消费的意愿就会下降，所以美股未来会更往下探啊。所以我现在如果你就已经进行所谓的关税惩罚，我即使投资美国，我也没有办法生产足够美国相关需要的晶片也好，各种消费性产品也好，所以所有的物价都会因此而腾飞嘛，消费者的那个消费的意愿就会下降，所以美股未来会更往下探啊，这是不是川普的目的我不知道啦，因为川普自己是也是股市炒手会不会逢低承接不知道，重点是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政策的摇摆，他对于关税的问题，对各国的承诺，东说一句，昨天说这样子明天说这样子，会导致整个经济稳定性的下降，预期性下降的时候，甚至有人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也会因此而下滑，甚至会产生所谓的负成长哦。所以美国的股票下跌，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台湾今天跌了388.06点，台积电跌
927块到971块，900块9字头见到了，但是我认为啊，500块卖给我，好，不要卖给别人，不可能给到500块的啊！如果你要卖500块的人，都卖给我。但苏慧1分钟左右，其实蓝营一直对于这件事情会担心的是，会不会把整个台湾的护国神山这一块变成空洞化？之前也是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台积电为什么叫护国神山，为什么叫细盾？因为告诉我们说，台湾掌握这个半导体，台积电掌握了全球晶圆的制造啊，所以如果台湾有事的话，全世界都会来保护台湾，全世界都会来救台湾。好了，美国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半导体不能都掌握在台湾手上，好，所以川普希望说，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半导体希望到美国去生产。那如果今天台湾不是半导体唯一的生产，不是主要的生产的话，那请问一下，之前民进党的论述是不是还成立呢？不用来保护台湾，因为美国也生产了很多半导体啊，台积电也到美国去啦。所以，当我们好不容易接受了民进党之前的这个论述，台湾有细盾，台湾有护国神山啊，护国神山分一半到了这个美国去了，细盾分一半到了美国去了，台湾的这一个护国神山，这一个的保护罩没去一半，那今天民进党又要重新给我们洗脑，没有啦，台积电到美国去是好的啦，台积电。我告诉大家，如果半导体在美国生存的下去的话，当年就不会让台湾拿到这个代工产业啊。美国就是因为第一个，它的资金、它的成本、它的劳力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台积电在美国之前才有一个新闻，被美国劳工集体诉讼，对不对？他的这个劳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文化，都跟台湾的劳工是不一样。你很难叫他晚上的时候要交班，你很难一有问题就叫他主管说啊，就等着晚上赶快跑回厂里面去处理问题。可是大家都知道，半导体的生产是24小时不能够停的，一有问题就要马上回来处理。大家记不记得台湾一停电，半导体就会损失很庞大，一发生问题就要马上回来处理。所以这都是台积电如果到美国去生产，未来会出现到很多资金成本、工作文化的挑战。所以很多分析师不是只有国民党，很多分析师这几天通通看坏台积电未来要去美国投资的这个消息，这也是台积电这几天连续重挫，外资纷纷都在卖台积电的原因。这不是国民党说的，大家去看看，很多分析师都在说。来，坤城来1分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已经讲得很清楚嘛，他会继续在台湾设厂然后去跟这个总统要水、要电、要土地，就会继续在台湾生产。而且最先进的1奈米、2奈米都是在台湾生产，研发中心也在台湾，所以我不晓得说为什么国民党看到说这个台积电要去美国去设厂，就好像觉得说台湾快要倒了一样。那为什么不把它想成说是这个台积电在美国？这个是他们这一个因为客户有这个需求，所以去那边设厂。而且本来台积电在美国就投资啊，是650亿，现在多了1000亿。那只多了1000亿，就觉得说啊，台积电已经快完蛋了一样，就完全不是这回事嘛而且至少台积电去了，第一个没有关税的问题了那第二个呢也没有说是不是一定要跟 Intel 合作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那魏哲家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那大家还觉得说啊，这个一定不是魏哲家本身的意愿这一定是被这个赖清德总统逼着在旁边就讲这些话，没有，他就是一个董事长，他知道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台积电未来不论是在台湾或者在美国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现在不要去看空台积电。这个2016年就很说国民党就很多人讲说台积电会变美积电，但是台积电非但没有变成美积电，而且台积电越来越好，股价也是越来越高。OK， 未来台积电这整件事情，包括未来在美国的一些的发展，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对整个台湾，包括护国神山这样的一个叫保护。当然，政府相关的单位一定会去斟酌所有这样一些的情形。可是除了这个以外，看来大罢免风潮一路往下，明天在立法院，包括总预算的复议，到底会是什么一些结果？它可能也会牵动到在未来整个大罢免风潮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